他们房间窗外的草地，好感觉有人在走路，还有在拖着东西这样的声音。他们就往外看，对吗？就看到窗外有一个很模糊的影子，然后还有一双红红在发亮的眼睛。欢迎回到零度空间，好久不见，有没有想我们？有没有？有，要1个月没有见了，真的很久哎。你看今天我的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我有点生病。不过我们还是要来做这个给你们，因为今天特别节目，我们在樟宜的度假屋Chalet。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新加坡度假屋的灵异故事。对的。有没有住过Chalet？有没有住过Chalet？有，我也是有，不过我最后一次住Chalet是我在读理工学院的时候。我也是差不多蛮久的，但是我相信每一位观众看我们的节目的，一定会有，就是至少有一次去Chalet。可是我觉得新一代的不会去。OK， 对，新一代的他们的Chalet现在的是他们的 staycation， 就是在酒店住1晚那种 staycation。新一代很有钱呢。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以前住Chalet都很贵。可我们没有很老齁。来要讲一下，我们没有很老，不过隔一个5年也是一个，我感觉隔一个5年也是有一代。我觉得就是疫情过后就没有人再去度假屋了。现在是比较少了。我以前去过的是那个 East Coast Park 的，还有就是 Downtown East 的那个。这些我也有去过，不过我到理工学院的时候就比较有钱了，我们住的都是那种全部有 aircon 的。The Chalet 的 ，It's still Chalet，It's not hotel。不过就是度假屋平常都有空调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这里都没有空调，有在房间而已。OK， 房间外面没有 OK。我是这个是比较旧的，代表西边 West Side， 我去什么 Home Team NS 巴多，还有 OK，Home Team NS 跟 Chevron 的我有去过，我也是有去过。以前的 Chalet。OK， 我不知道是这边，因为这边我没有住过，就是好像那个 Downtown East 的，还有那个 East Coast Park 的，大多数你会听到很多声音，对，就是隔壁啊，为什么那种就是欢呼声很多，很多声音的。可是这里可能是因为他们的 Chalet 应该是算 villa 吧，因为蛮大的，有3间房间，空间是蛮大的，可能是算villa，就隔另外一间 villa 就蛮远的，对，是看得到，可是没有像Downtown East 还有 East Coast Park 那种，就是你们一起烧烤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他们讲话，对，可以接一下牛油吗？我们牛油有啊，对，那就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就是大多数的人要度假。就会去度假屋，休息啊，放松心情这些。因为新加坡政府和工会如全国志工工会 NTUC，OK，他们是非常就是建议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就是 work-life balance 这样很重要。We actually have work-life balance in Singapore. Yes， 就是因为以前 work-life balance 没有那么就是平衡的时候，他们就建设了就是度假屋，给这些新加坡人，尤其是工会会员啊，因为他们会提供了就是经济优惠。我爷爷是做那个什么 PSA 啊，那种海边的那个叫 PSA 吗？就是有时候他们也会送这个度假屋也是一个 vacation 给你的 family member， 因为就是让新加坡人即使不出国，也可以在本地就是放松身心这样。我们知道度假屋通常都是在很东部，不然就是在很西部，就是很偏远的地方，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都比较安静，但是呢，在樟宜这里呢，有一点历史。樟宜以前就是World War II 的 site，对不对的地方，所以就有很多历史、很多死亡的事情啊，在这里，所以就会有一些灵异事件，还是这里的度假屋闹鬼。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昌邑 Ferry Point 的 chalet，OK，所以你们知道吗？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建筑了这个地方，就是英国的空军建筑了这个整个就是 chalet， 我们现在的 chalet 的地方。还有就是在1960年到1980年的时候，就是通常都是高官政府员，就是度假的地方，他们会在这里就是休闲啊、放松这些的。还有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李光耀先生以前也曾经住在这里呢？ Holiday？ 就是他有住了一段时间，1965年的时候，他就住在昌邑 Cottage。是度假吗？不是，他是住在那边逗留了一阵子，因为那1965年不是我们的 Independence？ 对，就是那个 Independence， 因为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开的时候，他就逗留了在那里。可能吧，我不知道，就是那段时间他就逗留在那边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文化遗址地。Cultural Heritage，对，很有趣吧？那1990年之后呢，才开放给公众。所以之前都是刚才你说的World War II这些的地方，之后才是开放给公众。就是政府他们用了一下子过后，才让我们享用。讨厌。那 OK，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通常去雪类的时候，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就是来哇，我不知道上次我去那间哦，哇，好像有听到有声音。上次我朋友去那间，也会听到好像有看到鬼啊这种东西。每次去雪类，你就会听到人家说鬼故事。我相信，如果你去度假屋没有闹鬼，你就是没有体验到度假屋的乐趣。真的吗？我没有我也是没有遇过我最后一次去度假屋的时候，我在拿盐撒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你的朋友吗？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像去修法吧，然后就是这个人我们以为闹鬼，我们就丢盐，我就去拿盐丢他，没有用。然后最后你知道什么有用吗？我坐在他上面塞他一巴掌，他起来。等一下，这是你的朋友吗？是我朋友。等一下，你是以为他鬼上身？就是以为他鬼上身，就以为他闹鬼。然后我们就拿盐，念随便一个咒撒，因为他们讲盐可以驱鬼嘛。最后不可以，还要讲一下他闹鬼，这样我就最后我不懂要做什么嘛。我们就全部推他下去，然后我坐在他上面，我问他：我老婆是谁？我妈妈是谁？因为如果你是鬼，你可以有可能会像读我头脑里面是讲什么嘛？他不懂嘛，我就撒一巴掌。我妈妈是什么什么？还有继续闹鬼，我又打他一巴掌多一次，他又。做梦什么很痛所以他真的是我不知道，那时我才好像15、16岁，我只知道那2巴掌叫醒了他。哇，你有没有喝酒？没有，我有喝酒，他没有喝酒。15、16岁做这种东西，哪一个15、16岁不喝酒在度假屋？没有，他小孩。那就是今天我们有特别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关于雪雷的，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都很想听，对吧？OK， 我先讲，因为我怕我的下面有声音了。所以我们在度假屋对吗？所以我们当然少不了灵异故事。我的灵异故事呢是制作组的朋友的亲身经历。OK， 他叫 Sharon。他记得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00年，这年很特别，因为我们迎来了千禧年，也是 Sharon 考欧水准的那一年。然后你知道以前2000年这个时候，新加坡没有什么活动的，所以每个人考完试后，大考、中考、年尾，对吗？都是很期盼着来度假屋。他们就是考完 O level 了过后。就全部要来这里，但是 Sharon 她的父母反对，他们不允许她在外面过夜。Sharon 就说服她的父母，跟他们说：“就是我很努力的考完我的 O level 了，然后我的好朋友有来，同学有一些朋友的妈妈、父母他们也会来。”他就说服了他的父母，他们就 OK 让他们去。然后他们就 standard 啦，你们 before 去雪梨的时候就会很像 meet 在 Tampines bus interchange， 每个人一起坐 bus 来雪梨这里 check in， 然后去买东西，一起烧烤啊，吃那些超大的鸡翅膀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到了大概晚上9点多的时候，
他们的父母就要回去了，因为以前我们没有那些 Grab 啊、Gojek 这些东西，你要来招 taxi 还是搭公共交通的话，你一定要赶上那个时间。然后你 last bus 那你太晚坐计程车的话又很贵。所以你要端到早上搭 MRT。对。不过父母他们就早一点，因为走出去也要在很无路的地方嘛，chalet 走出去也要一段时间，他们就9点多就帮他们收拾，每个人安顿在chalet里面了，过后他们父母就离开了。但是有一个成年人跟他们一起住，因为他们才16岁哦。有一个成年人就是其中一个同学的姐姐 Josephine 对，然后这个姐姐呢是很严肃，一个乖乖女来的，所以其他的父母也很安心的让他们住在这里。然后因为他们才16岁，未成年，不能喝酒，所以他们就进来度假屋的时候就是吃零食啊，玩游戏啊 ，play board games。好无聊哦，没喝酒。Just let them be，OK，这是正常的 ，OK。然后就让他们就在那边聊天，然后有一个男同学就很调皮，要吓那些女同学，他就跟他们说鬼故事。他在说鬼故事的时候呢，很意外的，Josephine 唯一的成年人竟然提议问他们，你们要不要我们全部一起去旧樟宜医院探险当时 Sharon 他们的度假屋，步行到旧樟宜医院是20分钟。每个人就很兴奋嘛，全部都讲要去。然后Pauline 就感觉到心里很不安、很不舒服，他就一直跟 Sharon 说：“我看我还是不要去了，你们去吧，我回家。”然后Sharon 就跟 Pauline 讲：“很晚了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没有德士会进来这里的。你都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就一起去。”然后Pauline 就很坐立不安，然后又很勉强的就跟着去。他们走路去旧樟宜医院的路途中，很奇怪的有2辆德士经过，而且都是空车所以 Pauline 她其实有时间招德士停下来回家的，可是2次都被 Sharon 拦着了。他就走到旧樟宜医院的路口。又有一辆德士停在那里，司机在外面抽烟。这是一个这个司机也很会选地方抽烟呢。我觉得我也是这样想不过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载了人，也是一些人要去探险他就刚好在那边然后他就在那边抽烟对吗？然后 Pauline 就讲有的是，我看我还是要回家了。可是 Sharon 就讲，我们不来都来了，我们都已经在门口了，你不来，你不进去跟我们一起进去，不是很浪费，不是不好玩，对不对 ？Pauline 就心里很不安，还是很勉强的跟着进去。但是他们进去之前，有一班人出来，对，然后就跟他们讲没有东西的，里面很暗很破旧，什么都没有。他们就进去然后 Pauline 就OK， 还是跟着进去。可是 Pauline 进去的时候，对吗？整个时候他都这样子抓住 Sharon， 抓到很紧很紧。然后 Sharon 说这里他的手很痛，不过 Pauline 很怕。然后他们的确探险完过后，对吗？每个人的感想都一样，没有东西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个很破旧的建筑。每个人走回来度假屋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凌晨1点15分1点半，每个人都很累，没有洗刷就躺着睡觉了。可是 Pauline 跟 Sharon 呢，他们还是起来，他们还没睡，他们聊天，然后突然间，他们房间窗外的草地，感觉有人在走路，还有在拖着东西这样的声音，很奇怪。他们就往外看，对吗？就看到窗外有一个很模糊的影子，一个人影，然后还有一双红红在发亮的眼睛。两个人僵着不敢说话，也没有说什么东西，也不敢去提你有没有看到还是什么。然后突然间两个人就真的是一起马上躺在床上，背就这样拉起来，没有讲话 for 几秒。然后 Sharon 就说，我说1、2、3，我们一起关眼睛睡觉 OK。 他就说1、2、3，他们就这样关眼睛。Sharon 起来的下一幕已经是早上了，
他就看，诶，Pauline 不在身边呢，去了哪里？他出来大厅找，没有啊。看到 Josephine 就说，哦，Pauline 早上发高烧回家了，很早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来接他回家了。Sharon 也没有想那么多，他就同一天晚上，他就到Pauline 的家慰问他。Pauline 就说，哦，已经看了医生，医生说就可能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还是烧烤的时候没有煮熟，食物中毒。可是每一个人都吃一样的东西耶，就只有他一个人生病。过了一段日子，Sharon 就听到，好像他跟人家分享这个故事，对吗？他们去探险，他们就说，你们几个人去？他说我们7个人啊。他就想，你们去就樟宜医院这种地方，哪里可以奇数去？一定要偶数去。而且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好事不过3。Sharon 联想过后，对吗？就想到好事不过3。当时他们在一个这样偏僻的地方 ，Pauline 有3次机会回家。那3辆德士他都没有回家。然后他就偏偏又是他生病，每个人都没事。Sharon 就觉得是他害到 Pauline， 他就不敢跟 Pauline 提起这件事情。10多年后，他们有一个同学聚会，他们就聊起了他们考完欧水准的时候，他们来度假屋的美好时光。然后他们就聊起这件事情 ，Sharon 就问 Pauline， 你还记得当晚我们看到的东西吗？如果你没有的话，我觉得我是在做梦，没错。Pauline 就跟他讲，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红红的眼睛看着我们的，那不是一场梦。所以我觉得他们7个人当中，对吗？其实 it can be anybody 生病，对不对？可是偏偏是 Pauline， 是不是因为他当天很倒霉？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他已经不想去了。对啊，他本身都怕了啊。他怕是一件事，连他又想回家，可是 Sharon 阻止他回家 ，and then 他又3次又看到德士有机会回家，但是他都没得就是抓紧那个机会回去。我们每次看戏不是最有胆的，还有最怕的会死先，对吗？就是最有胆的就是会乱敲东西、乱撞东西、乱去挑战这些灵异嘛。然后最怕的就自然怕，就更容易给他们去打扰到，对吗？我本身觉得，然后刚才你说那个odd跟 even，我不了解这个东西。不是说就是很像不可以不可以3个、5个、7个。可是这是谁讲的？这都是那种像你的，这个应该是一个传说。对，有可能是你的那种 senior 讲下来还是什么。可是因为比如说我每次去这种地方，我们也没管有几个人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刚才你讲好事不过3，对吗？我觉得是好事不要去探险，这样就是更合理，对吗？可是年轻人好奇，对年轻人好奇很多，就是就像Joey这样就是好像我怕，我就一定不会去，不怕。即使那个 Sharon， 如果我是 Sharon 的朋友，如果我是 Pauline 对吧？如果我是 Pauline，Sharon 一直拉着我叫我不要回家，我就没有，我一定要回家。你不给我回家，I don't friend you。你会这样子，我知道你会这样。可是这个6个7，这个跟even我每次都听到，可是我真不懂从哪里来的。你们相信吗？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种事情不是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你听了之后，你觉得其有，对，你觉得相信你会自己会心里比较好过。而且这个还真的蛮常听到的。对，在我们佛教里面是没有什么讲到这个啦，有可能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班当拉人百姓的那个 superstition，对，就是百姓的一个说法，可是不是在我们法教里面的一个说法，除非我没有听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啦，我也没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是没有这个的。对，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没有的可以去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你没有就是科学
就是这些对啦理论去讨论说来，你不可以你不可以 even number。有可能 even 就是你有一个玛丽，有可能就是你有一个朋友。可能这些事情就是人家就是好像你们的老人家跟你们说了，如果你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你会比较注意。你注意了，但你就会比较好过，心里就比较好过，就没有那么怕。是我最近就是在这里附近，刚刚有一个附身的 case， 附身，对，被附身 possession， 不到上个拜六，我们去拍一个节目，然后一个 crew member 被附身，他倒在地下，然后他轮到完，整个人在那边抖，要吐。他有没有翻白眼？他没有翻白眼啦，可是他就是整个人倒下去，没有生病啊，他整个人倒下去，然后我们拉他到车那里，然后我对他写一些法，我就写一些经文在他头，写一些画字过后，连我拿一些香写这些，给他开个法水给他喝，然后我就去开始烧金纸，因为就是跟这些好兄弟讲，拿了就走，不要跟我留了。然后我在摆像橙子的时候，再拿那些金子出来，他就醒了，就是我做完全部的法，然后给他喝法水，我去拿这些橘子来摆的时候，他就醒了。然后他们讲他的冷，本来他们讲他的手很冷，他们摸手很冷，然后我做完了，我去摸是温的，好了。可是那时候他就吐，哇，他有吐，有，可能因为他们有7个人。可怜的，他现在 OK， 现在 OK， 我带他回去我的店，我店有一个法坛，我就给他吃一些符这些，他就 OK 了。可他就跟我讲，从他倒的时候，他是就是 half conscious 对吗？他倒的时候，到我们拉到车的时候，然后我又我开始对他头写那些花字法水，他全部不记得，他只记得我开始摆橙子，就是法做完了他才记得。就是他清醒了之后的事情，他才记得。然后他清醒了过后，他一直跟我讲，有一个人一直在叫我要回去那边，要回去那个黑暗的地方。他想是有一个女生一直在叫他去，就是那种好像你朋友讲，我有带几贴下来嘛，那种感动的感觉要下去。他一直有这个感觉要回去那个黑暗的地方。如果他去的话怎么办？我不懂啊，就不让。然后他旁边的 crew member 就问我，他要回去，我就看住他要回去，我们当然不要给他回去嘛，对吗？就是他一直有这个很急的感觉要下去，就在这里附近而已。在这里附近。而且我们不是去探险，我们也没有去做一些像比较我们这种灵异的东西，就是去拍一个普通的节目，然后就出了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到。是晚上。还好之后就 OK。对，后面还 OK。就是没有演。可是我觉得你那个 crew 一定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地方。他没有，可是他没有叫这些，他被附身过后对吗？我写完，我脚一蹬，他整个人放松，他没有像那种 scream 还是什么，他是只要整个人放松下去。所以是一个很 mild case of possession。Oh my god！ 而且在这边附近。所以我觉得这个 crew 还有就是刚才Sharon 的朋友 Pauline 对吗？他们会对这个某个地方会永远记住的，还有那个感觉一定永远会在。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我自己是没有啦。可是就是说，我不懂你有没有听过，还是自己体验过，就是对某些地方会有留下，就是你脑海中会留下这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即使已经过了很久，你还是深深会记得很清楚，看到的是什么，还有你的感觉，当时的感觉是怎样的。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叫 CD， 他和他一家人就到，我不跟你们讲是哪里 ，OK， 你们可以自己去猜 ，OK。当时他和他的家人们呢，就去了一间别墅，住了1个晚上。那时候他们是要为了庆祝姐姐的生日才去 book 了一个就是这个别墅去庆祝一下，去 happy 一下，跟他的家人亲戚们。所以当时他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还是很奇怪的东西，但是他深深的记得那个感觉，还有一系列的很奇怪很奇异的事情发生。那天他们下去要准备住在那个别墅的时候，那是下午的时候，他们到达了那个别墅的时候，一到那个地方他就觉得
很奇怪，因为那个气氛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他们被分配到的那个别墅是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还有那个角落后面就是好像那个别墅是好像被包围在那个树林被包围着，就是在那个树林旁那边。当时他们下车的时候，他一路上很异常安静的奶奶就突然间跟他和他的姐姐说，无论如何，如果你看到或听到什么，千万不要说出来。当时他和他的姐姐就觉得你来，他们就笑了一笑不以为然，觉得哎呀，又是马来老人家的这种迷信的东西，所以他们也没有放在心上。之后他的奶奶又很坚定的要再重复一遍，真的，你要听好，不要说出来。之后他们就把东西搬进别墅就开始要准备晚餐了，懂要烧烤这些很开心嘛。陆陆续续的他的亲戚们都慢慢的都来了。到傍晚6点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发现冰块不够，就叫 CD 你去附近的市场去买冰块回来吧，就驾车出去带回来吧。那时候他走出别墅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很奇怪、衣着很乱的老伯，马来老伯。那个老伯就站在他的别墅外面，看着他的别墅。当时 CD 就你觉得这个有点奇怪，但是whatever 就走过他。当他走过他的时候，那个老伯就转身就问了 CD， 你们是不是住在这个别墅？CD 就说是啊，就很开心啦，是啊。那个老伯就回他说，你们要小心，这里很热闹，尤其是你们住在的那个别墅。那时候 CD 就勉强笑了一笑，就尽管离开了。当他把冰块买完了回去别墅的时候，那个老伯还是站在他们的别墅外面，一样的地方。可是这次他不是盯着别墅，他是盯着别墅的后面的花花草草。但是 CD 就OK， 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老伯咯，就没有再想太多。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烧烤啦，这些嘻嘻哈哈的，很开心在那边。当他们在烧烤的时候，因为在别墅外面嘛，突然间这个马来老伯就好像凭着空气一般的这样砰出来，慢慢的走向他们。那个老伯又跟他们说话了，老伯就说，你们不要在外面待太久，尤其是他的手指是指向他的姐姐。然而他们就觉得哇，这个是不是一个疯子啊，风言风语在这里，就是什么话来的。可是老伯的下一句吓到他们了。那老伯说，这里有坟墓。他们听了这句，他们就愣着了，是来为什么这个很奇怪的老伯会突然间跟我们讲这边有坟墓，就很奇怪的这些话。旁边他们的姐夫和姑丈听到了，赶紧过来，就跟他 CD 和他姐姐说 OK， 你们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就进屋先 OK， 我们来就是 set 这个老伯。当时他们有跟那个老伯讲了几句，不知道讲什么 OK。 到晚上没事了，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大家都在别墅的就是空间里面说笑聊聊天看电视他的姐夫就开始跟大家说，其实呢，刚才我打算就是宣布喜事，我们在外面烧烤的时候，我打算跟你们说你的姐姐怀孕咯。可是那个马来老伯就打断了他，而且送了他3句话，不是3句话，3个字，
要小心。之后大家11点多了，大家都累了 ，OK， 大家都要回房睡觉 ，OK。这个别墅呢有3间房间，一间是给男生，男生的有附带洗手间，另外2间呢是女生们的房间 ，OK， 女生们的房间没有洗手间，所以他们就开了客厅的灯，给女生们方便他们傍晚就是半夜的时候出来去厕所。所以 CD 姐姐还有奶奶，他们3个人住在同一房间。傍晚的时候，就是半夜的时候 ，CD 突然间就感觉到有人在轻拍他的肩膀。他听到的是他姐姐的声音，在陪他上厕所。当时 CD 就很困，他就跟他姐姐讲：“哎呀，你自己去啦。”可是那个轻拍没有停止，一直在那边拍他，来陪我去厕所。那 CD 就火了起来，因为他很累，他就转身对着他姐姐说 ：“Jangan kacau, aku nak tidur。”就是说你不要再弄我了，我想要睡觉。可是当他对他姐姐说了这番话的时候，他看他姐姐是睡得很香的，他就很惊讶，很奇怪，那是谁一直在轻拍我的肩膀呢？当时他也太累了，所以他没有再想太多，继续睡觉。隔天他们回家的时候，那个CD就问他姐姐：“为什么昨天晚上你一直叫我一直陪你去厕所？我一直讲我不要了，但你一直拍我，叫我陪你去。”姐姐说：“你在说什么？我睡得很好我半夜都没有起来，我都没有叫你跟我上厕所。”但是洗弟就有啊，你不是叫我吗？奶奶在一旁听到了，她就进来插话，她就说：“我是不是跟你们说，你们下车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们说，无论如何看到还是听到什么，不要说出来。”是因为他们抵达别墅的时候，在森林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脸的女人，一直盯着他们看，所以奶奶才一次又一次的劝告他们，看到什么不要讲 ，just 点。然而奶奶就继续说，她说她也被这个东西唤醒，可是她就是无视它，因为她知道是什么，所以她就无视它，不要管。奶奶继续说，那个东西试图着引 CD 出门口外，就是房间外，他想把奶奶和 CD 引出房间外，他才容易可以的去攻击他的姐姐，因为他姐姐怀孕。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陌生的老伯真的是想要保护他们，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叫他们小心小心。之后他们就发誓一定不会回去那个地方，那是他们第一次去，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去。我觉得那个奶奶有一点奇怪耶。为什么？因为她下车了就看到有一个没有脸的女人在那边就是看着他们我是他，我看到了，我会可能跟他们讲，我们今晚不住了，我们烧烤完就回家了。但是因为可能是为了庆祝姐姐的生日，对啊，也可以了解奶奶的心，就是希望没有事发生。对，你看他也没有说出来，他只是跟他们讲要小心，看到什么 just 对，不要讲话。可是过后他知道他的孙女怀孕，对吗？Even more so, I will say, don't risk it。因为就是已经晚上了嘛，他们晚上才知道这个消息，之前他不知道这个消息。回家还是要回家，因为当时就是在那个房间的时候，他也知道那个东西一直就是要 disturb 他们，就要捉弄他们，所以他也就来 OK， 我不要听，我看不到，我在睡觉，不要吵我这种心态。那么如果你自己看到，你还会继续住吗？
不会。呢呀，你是不一样的阶段，你是 different level。可能奶奶她是一个就是看得到东西的一个人。有可能，因为我了解的是很多我们老一辈的，他们在家也是，就是如果我听说那些马来同胞，他们很多的那些老一辈的也会一些法术来保身还是家里有那种 jin 啊什么，他们会去请去来供奉，就是像是一个像一个精这样，然后会保护家里的人这样的一个，对，有可能你的那个老伯就是一个 jin 来发现就是来保护他们，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是，就是一个精，就是一个。哎呀，那个老伯有可能就是jin 怎么解释？就是一个我们阿嬷讲 guardian angel 这样，一个守护神守护灵来保护你这样，就是有可能是这个。可是我本身更觉得这个老伯有可能是一个照顾地方的那种保安，然后他刚刚好知道这里的故事，然后会跟你说。休息嘛，是也做了。OK， 那我们的马来同胞们，如果你们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为什么这个老伯会就是一直来跟他们讲要小心，then 你们再就是 leave a comment for us and let us know。对，请你们跟我们说，因为对这些我们也不太知道。希望如果有什么朋友知道的话，可以在 comment section跟我们说。所以现在我们讲到倡议，对吗？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就是我们的南边，我们南边有圣淘沙。圣淘沙这里就是以前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很多那些日本兵会砍头，把那边丢进海里。所以很多人会跟你讲，晚上不要去圣淘沙的那个沙滩上，对吗？然后那边的度假屋都是就是你可以算圣淘沙是一个小小的小山。然后又有很多度假屋在里面，然后每一个度假屋都好小好小。那时候我大概17、18岁的时候有可能更小，16岁。我的表哥的一个生日派对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是一样烧烤讲话，他就喝有一点醉了，然后我们就把他扶到那个度假屋里面，就是跟我们downtown医生很相似，就是一个房间而已，不像我们讲一个 villa。带他进去了过后，就大概9点10点保安来跟我们讲，你们该走了，太晚了，对吗？我们这个烧烤炉全部要关了。OK， 他们的每一个朋友跑进去，好多 YB 跑进去。我跟你讲，有可能有一个10到20个在里面躲住，那边吵、讲话打麻将什么也好。我那时候就跟我的阿姨跟妈妈，我们去停车场，然后讲人生啦。突然一半保安来。跟我讲，每一个都要出，因为太多人了，太吵有可能邻居在那边打小报告什么所以 OK， 每一个出来就慢慢，你看年轻人2个3个来到停车场，然后后面突然我阿姨接到一个电话，从我的表哥的一个很好朋友讲，像跟人家打架还是什么，所以我的阿姨就先跑回度假屋，我妈妈就跟我讲一起去。如果有人，我也可以打嘛，对吗？可是去到那边，我一开门，他的人是趴着在那个麻将桌，他的头这样摇，就感觉不对劲了。然后我就看到直接跑，我看了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跑出去跟我妈妈讲，来走，好像是中邪。然后我跑回去过后，对吗？他还是在桌子上，然后他现在摇得更惨。最好的是我有拍到视频，他在那边摇，他摇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讲，他在那边他在 growl， 好像动物讲我们就那边觉得是什么？是不是神？就是因为以前我的表哥他们那方面的家庭，他们有去拜神堂，有拜神端，然后就有这个神上身一个跳档的一个概率在他们的头脑，有可能会这个东西发生所以在那边想是不是？然后还有带了像泰国的那种佛牌，是不是会是那种像佛上身？有时候大日子你会看在泰国会这种事件会发生。
然后我会泰语嘛，我就跟他讲，我问他你叫什么名？我问我就问泰语 ，Hello 你好，你叫什么名啊？没有应。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我们对法这笔，我妈妈跟我们对法还不是很了解，我妈妈还没当师傅，我也还没真的进教。然后我们就开一碗法水，说这个法水如果它是神上身，我们跟他的身还是给他喝，他就会醒来。可是他没有醒，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神，是恶，就是一个邪灵还是什么也好。所以我们碰了过后，他就开始更激动。现在桌子哪一边了？他在地下，他的人是这样那边摇啊，突然在地下爬像那种老虎爷来那种感觉。他整个人在地下趴住，头摇来摇去，我们就很紧张。我们就是拿住抱枕，想要不要给他敲他头，然后我们要注意不要给他咬他牙齿，他的舌头不要给他死这种东西，对吗？我们4个人，我妈妈。他的朋友还有他爸爸，全部拿住他手脚拉下来，而且他也不是很大只。然后我们4个15分钟再拉住他，拉不了，好累。然后我的阿姨是最厉害的，为什么有视频？因为我阿姨一直在那边拍。哎呀，拍打电话去庙叫他们帮忙，所以我们大概4个人已经很累了，15分钟了。我就在那边想，我灵机一动，好，你现在很有力气吗？我不管你多有力气，我那时候我有学 MMA，我从他后面我揪住他，所以不管你有怎么力气，我2只脚抓住你的脚，这个手放在你的脖子上，你是动不了，不管你有多有力气。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就是把他压住，每一个人可以休息了。然后他打电话叫那些庙里面的人开坛做法。所以我一直抓住他，他开始 growl， 我就很累嘛，我就骂那手嗨什么，有种你对我来什么什么。每次我感觉他有力，我就跟他掐更紧。然后我一感觉到他放松，一下子大概5分钟，我感觉到他放松一下，刚刚好，不懂是巧合还是什么，一边他放松，一边我的阿姨说阿伯来了。就是他们请到一个我们一个神过来扶持，他一讲别来了，他几条，我的表哥讲，表哥你周末很痛哇，我就累，20分钟打战了，然后他就起来了，可是他的人还是一直神不是怎么讲，就是他的意志还不在，意志好像又开始摇，我们之前有拿一桶水泼他没有用，现在我们又拿一桶水，然后有一个算盘子，就是他们这个神的一个，他们那个叫算盘对吗？的一个那个算盘子啦，放在水里面跟他泼，他就醒了，然后他终于醒，他就可以讲话一点。每一个人看住他，一个25分钟打仗，这边想，如果你是喝醉闹，你会闹跟你朋友嘛？你不会闹跟我们家庭里面的人，而且我们又是一个，我是觉得啦，你要闹久也不可能闹一个25分钟嘛，对吗？就每一个人很累，我就跟人家讲 ，OK， 我们现在回去了，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很累了，我就跟他讲 ，OK， 来，每一个人东西留住，我们直接走，就是立刻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如果这个金妖鬼还在，他可以找另外一个人来去攻击，我们不要有这种发生嘛。就全部人走，那时候好像早上5点还是4点多，还没有那个地铁巴士都还没有，所以我们每一个慢慢从Sentosa走去 Vivo。然后我回到家，我妈妈就让我吃福这个那个都喝因为讲，因为我在镇住他的时候，我一直骂他，怕东西来攻击我。所以后面我就吃了好多福。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完全还是没有听过会发生。就是因为是在圣淘沙，很多人死在那里，很多身体埋在那里。然后第二是他喝过酒，所以他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frequency 有可能跟他们比较近一点，就比较容易。OK， 哇，很有趣的这个故事。你听了这么多雪莉的故事，你敢不敢去探险？走，我们去挑战。
没有挑战，探险而已。没有挑战，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都已经到了樟宜了，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就留在度假屋嘛，一定要出去走走探险看看，对不对？对，但是你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探险吗？我听说蛮有意思的这个地方。我们在那里再多说 ，OK？Let's go。现在呢，我们要走向 Chalet M。Yes， 你看我照的那间屋子吗？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就看得到。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到。刚刚我们一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屋子在那呼唤我的感觉。啊？以前就是很像我们嫁进去的时候，在里面都没有像这样，有一点感觉好像有一个很深的历史。其实这是我第2次来这里，我第1次来就是刚刚我说的，那是我有一个附身的 case 在后面，就是这条路前面演的。哦，这边附近而已啊，不到100米。Chalet M 就是在我们的身后面了。它的窗口是能看到进去的吗？还是封起来了？好像是封起来了。所以你连看进去都看不到啊？真的可以看到里面呢。我不知道吧？我的脑海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会突然间看到一个东西站在那里，感觉像看到一个东西耶，看到好像一个头伸出来这样，然后那个中间的那个窗口，就是一个小的，第2个中间那个小的那个。我很想要进去，哎。在我们身后呢，就是 Chalet M。OK， 现在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已经被锁住了。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位20岁和24岁的女生，不幸的在这里轻生。当时他们是在一个锁住的浴室内被发现的。发现他们俩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调查人员也在外面发现了有2个装满黑炭、已经烧尽黑炭的容器，还有种种信件显示这是一场策划好的双人轻生案件。官方也列这起案件为非自然死亡，他们2人是自己订了这间度假屋，然后刻意在里面轻生的。他们2个把厕所的门封起来，就是为了要加强一氧化碳的效果。报道也显示，当他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听说谣言是说，他们请了很多不同宗教的师傅来清理这个地方，因为事件过后，很多人住在 Chalet M 的时候，有体验到有很多不同的灵异事件，所以他们才请求很多不同宗教的师傅来清理这个地方。然而，大多数的师傅都说他们办不到。最后，一位师傅他就说，他走出来的时候，他们2个就请求师傅拜托让他们俩就留在这里，不要再打扰他们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算是谣言，还蛮感伤的。对，听到就很感动，但是也觉得很可惜。Keith， 你觉得真的会有魂这样子跟师傅请求说，就让我们留在这里？有可能有那些师傅他们比较灵通啊，能直接跟他们说话。可是我觉得，如果我遇到这2个，我还是会助他们去投胎啦，不要给他们留在这里做孤魂野鬼也不好啦。我可以说，现在如果他们还在的话，对吗？他们也不可能只是2个，因为这是一个空放的度假屋嘛，什么东西都能进，所以他们里面也不可能只是2个而已。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在里面就很热闹。巴蒂，那现在你有feel 到什么？是有啦，就是比如说刚刚你们讲到他们的那个伤心的故事的时候，我的那个头痛是慢慢那个微压慢慢越来越重，
可是我觉得是他们也不会去打扰我们，因为我们也不是第一个人来到这里，他们看住我们就像我们是动物园的动物人员，就是看我们在做什么而已，他们也不会故意来打扰我们，我觉得啦。Kiva， 你可以就是靠近一点，可能拿你的 torch 来看，看你看得到有什么？刚刚我有听到那个女生的声音，可是后面我们的那个团队他们讲有可能是青蛙的声音，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没有。我不懂里面还有没有就是点 electricity， 我听到这几乎好像是电源的声音。我感觉是那种桌子他们被搬就有那个没有嘞，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们不要讲我们感觉，我们直接讲我们的 SOP。你看这个环境，你看这里的历史，可能那个里面是超过2个的。不过整体这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不安全。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好像很宁静，就很宁静的一个。是，也就是因为太过宁静了。OK， 对。好了，他们就是在里面了，我们也不用打扰。不要打扰他们。OK。谢谢收看零度空间，我们真的要跟你们说声对不起，我们听了1个月没有播放我们的集。每2周的就是视频，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喜欢这集的度假屋，而且现在是12月了，应该很多人会不舍离，可能要小心一点啊，不要 OK 啊。师傅讲可以7个人、9个人、5个人，你们自己可以 test 啊 ，but at your own risk。有什么事情的话，记得没有关系，有事情没有关系，你们只需要记得发生什么事，然后电邮你们的故事给我们。对了 ，IG、TikTok 还是 Gmail 给我们呀。OK， 谢谢收看零度空间，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拜，我没有声音了。